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，今天又来到了湘西的大山里面。这里呢，位于湖南省湘西州花原县两河乡的苏子山。此刻呢，也正是映山红花开的时间。我们来到了大山里面，但是呢，你们知道吧，在我的身后，这是一座豪宅。这里的主人呢，用一辈子的积蓄养了10多年的羊，赚的钱呢，全部投入在大山顶上建造了身后的这座房子。他说啊，就是用来养老隐居的。朋友们，换作是你愿意在这样的大山顶上花费这么多的一些资金，在这边修建一座房屋吗？我们进到他们家的院子去看一看，去了解一下。其实在这座豪宅的下方还有一座木房子，看得出这座木房子的修建时间呢，应该也并没有多久。那个院子呢，都是水泥坪打的水泥墩子，上面呢做成一个院子。我目视下看，这个位置啊，好像只有这样的2座房子。这座豪宅呢，就在我的背后，这边是有马路可以直接进入这座房子的。大山里面啊，唯独不缺的就是大树，绿树成荫啊，鸟语花香。当地的主人呢，养了一些鸡，这些鸡啊都是散养的，就放在山里面。这边是通水通电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院子的外面呢都是一些大树，而且应该都是一些古树啊，环境特别的舒服啊。他们家的这座房子建得非常的好，我感觉2层楼的结构，外面采用的是落地窗的，应该是一种别墅的建筑风格吧。在旁边呢，还有一些偏房，在里面呢可能会养一些牲口之类的。大姐你好，你们家的这座房子建了多久时间了？差不多4年。4年左右哦。我可以这样子拍吗4年、4、5年，我也忘了。4、5年了啊。这个应该费用挺大的啊，建这座房子啊。是的。大概花了多少钱？大概可能有5、60万，那个房子，光房子。哦，5、60万左右啊。那些建那个半养的那个不能算。都不算的啊。那个好装修一些嘛。光这个房子就花了40、50万，5、60万左右。然后我大概。那你们现在就像在这里面隐居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哦，这里环境真的挺舒服的。这环境也可以。现在这个季节是掉那个树叶的时候。哦，所以说它地下很多树叶子啊。是的。像一般有一些客人到你们这边来农家乐之类的有吗？这边没有。没有的哦。就是以前他们就我在这里开农家乐，我说没有那么多钱。哦，其实上可以开一个农家乐，真的，这里环境真的好。就是资金的问题嘛。哦，对，如果资金充足的话，可以开个农家乐啊。比如说周末的时候，接待一些本地方的一些游客到这边来玩，吃一下住一下都可以啊。这是可以的，很多人都这样说，这边有开那个农家乐。对对对。我说这建那个场所都是借人家好欠人家对的。那以前你们家是住在山脚之下是吧？对。哦，后面就搬到山上来住了。以前是刚开始是养羊的。哦，以前你们是养羊的。养羊的，就是今年没有多少了，他出去打工了。哦，就说你。养了10多年。哦，你老公就出去打工了。养了10多年羊，现在没什么羊了，他就出去打工，你就在家里面。30多只，然后人家又这里又办证了，那个几十个30多只羊还要办证，所以他说浪费我的时间。对对对，现在出去工资也挺高的。那你们养羊养了10多年了？好像是2011年的时候。环境好，人住着开心就行了，身体也好，是不是啊？现在我是要求一家大小身体健康。对对，平平安安就可以了。就是本钱了。对对，那你们小孩子都在城里面读书吗？小孩这边都那个出去打工啊，都有孙子。哦，这样子的，我看得出你好像年纪不大啊。没有，
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全部都成家了。哦，全部都成家了。两个女儿是都。啊，哎，我这样子看起来你还挺年轻一样的。没有啊？快60岁了，可能还是一个心态的原因。所以说心态好人显得特别的年轻啊。现在我心态是还可以的。挺好的啊。好，谢谢你啊，也祝你身体健康啊。这边就是大姐他们的羊圈，现在效益不太好啊。她说她老公已经外出打工了，所以说羊圈里面现在几乎也是空着的。隔了1、2年不养羊了吧。这座房子呢才刚刚建了4年的时间，总花费呢大概是60万左右。其实他们建造这样的一座房子啊，在这样偏僻的大山顶上，也经过深思熟虑了吧，几乎也花费了他们一辈子的心血吧。大姐说她小孩子呢，2个女儿还有儿子都长大成家了，所以说他们也没什么多大的压力，所以就用所有的积蓄呢，在山顶上建造了这样的一座房子，用来呢养老隐居的。此刻我们也要离开了，最后我也想问大家，如果换作是你愿意花上50、60万，在这样的大山顶上建造这样的一座房子，用来养老吗？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石头请记得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湘西。今天我们又来山里面为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房子了。那今天我们所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一条非常深的峡谷，可以看到这条峡谷是通公路的，而且路面还比较宽，目视一下大约有6米左右，但是这边的路面没有硬化。整条峡谷只有1户人家，所以这栋房子也算是一栋独门独院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周边的环境也是非常好的，这边距离市区大约20公里左右，交通还是挺方便的。那这栋房子通水、通电、通网络，整个这后面的面积大概是有30-40个平方左右。从这边过去，应该还是有一处寨子的，偶尔会有一辆车从这边通行。那这栋房子车子几乎是可以开到院子里面的。但是从这边看得出，这栋房子可能很久时间没人住。这边杂草已经挡住了进入房子的路。这边是一块水泥板，宽约2.5米左右。这边有一道铁门，刚才我去看了，这道铁门上的锁已经是生锈了。那很可惜，我们没有问到主人家的电话，主要是这边太偏僻了，没有遇见路人啊。那我们从这条小路走下去，看一下房子外面的环境到底怎么样。可以看到整栋房子还是非常大的，进深大概7、8米左右，外墙都已经贴上了瓷砖。这个位置可能是他们家的卫生间或者厨房，那边应该是一处阳台，上面盖的是琉璃瓦。那这边应该是新修的一个化粪池，这边路不太好走，我们要注意一点。把整个地基都抬高了1米多左右，所以住在这样的房间里面应该是比较干燥，住起来也比较舒服的。那周边的空地还是挺宽的，看样子好像已经是荒了，没人种。这个啊，不知道朋友们你们知道是叫什么吧？只要你往它的旁边走过，沾的你一身都是的。那我们来到房子的侧面看一下，整栋房子还是建得挺好的，感觉就像一栋小别墅。
建在这个位置，估计也要花费好几十万。那现在我们来到了房子的外面，也就是小溪边，从这边看过去，周边的环境还是非常好的。远处是一大片的悬崖峭壁，那我的脚底下是一条小溪，可以看到雨季的时候，估计这边的水流量还比较大。现在是干旱了3个多月，可以看到小溪里面还有水在流，都是沿着石头缝在流。在对面还有一些稻田，再过去还有些菜地，所以这栋房子周边的空地都是很多的。那整条峡谷只有这样的一户人家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栋房子，2层结构的砖房，上面盖的是琉璃瓦，3开间，中间是堂屋，两边是卧室。估计算一下，整栋房子应该有6个房间，1个客厅，还有个阳台。整个小院宽约50来个平方左右，都已经打上了围墙，所以这栋房子啊，住在这边是非常安静的。在这边如果种植养殖，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如果是平时的年层的话，这边应该是不缺水的，因为底下就有一条小溪。今年是特殊的原因，小溪里面基本上是干了的。那我们视频的最后再来环视一下四周，看看周边的环境。夕阳已经西下，拍完这个视频，我们也准备要回家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这样的环境吗？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biển院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上一期已经为大家说过了，进村口有一座石拱桥，就是我身后的这座石拱桥啊，看得出啊，已经非常的古朴。在这边我们就不过多的去说了，走上石桥就可以进入寨子了。可以看一下，整个寨子是依山傍水而建，身后呢就是悬崖峭壁，寨子建在悬崖峭壁的下方。右手边有一条小溪流，左手边还有一条小溪流，寨子呢就建在2条溪流的中间。其实这个地形啊非常的好，我们继续往里面看。寨子里面啊都是这样子古朴的石头房子，可以看一下，在上方有一个蜂箱，看得出当地人在大山里面是养着蜂蜜的。其实这样的野蜂蜜呢，到了7、8月份的时候就可以采收了，这些蜜啊非常的甜。走进村子里面非常的有感觉，这些石头矮墙啊都没有用到水泥，都是石块这样子一块一块的垒砌而建成的石头房子。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，这样的石头房子可能很多年会不会倒塌呢？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，只要住的有人，上面的瓦没有漏雨的情况下，这样的石头房子几百年可能都不会倒塌。进村之后有这样的一条小道，石板路，走起来非常的有感觉。整个寨子呢，大概也就10多户人家的样子。这户人呢是一面土墙。土墙呢非常的简单，就是一些稻谷加上一些沙石，还有一些泥土，这样子呢做成的土墙。其实土墙呢赶不上石头墙，这样的土墙呢，如果雨淋了之后，它会风化掉。我们继续往里面深入看一看。哎，这家人还发现有那个
打谷子的那一个仓，可以看一下这家人的东西啊，都还没有搬走的。哎，这一面土墙啊已经风化了。哎，在那边还看到了一口棺材啊，见棺花材。大家知道吧？在湘西这边呢，有一个习俗，如果房子里面或者这家人呢有老人家，在家里面都会备上这样的一口棺材。其实呢，这是当地的一种习俗。其实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呢，见怪不怪，其实见到了也是一种缘分吧，一种福气。大家看到这个视频啊，我相信都会发财的。我们继续往这边看。这个房子啊，外面是一层木板，以前是通了电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电呢，别去碰它，有可能还通电的。这是一个表箱。这个房子啊是危房了，看起来的话感觉要倒塌一样的。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呢是一口吞口屋。所谓的吞口屋呢，就是堂屋的位置要比两边偏房呢要凹进去一些。在大山里面呢，其实都有一个习惯啊，建造这样的吞口屋呢，可能和当地的地形有关系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古人的一个说法，在这里面我们就不多说了。这个大门是敞开的，这个堂屋呢也比较小，好像里面有一些家具之类的吧。这个寨子可能很长时间没人生活，所以说里面的东西呢已经非常的破旧，很多东西几乎是不能用了。其实这座房子挺危险的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看一下这个门上面是用一块木板搭建的，上面就是放石块。这个木板感觉得出好像都快腐烂一样的，因为被水浸过了之后，可能它的受力啊没有以前那么好。真的，像这样的危房啊，最好还是别进去啊。但是还是忍不住好奇心，进来看一看。其实房子里面是非常简陋的，里面的墙也是石块垒砌的，底下呢就是从山里面采回来的石料这样子铺成的地板，非常的简陋。这样的房子啊，住在里面其实是挺不错的。但是我有个疑问啊，像这样的房子会不会在夏天的时候有些蛇跑进去呢？或者一些小动物跑到房子里面呢？堂屋里面还晾着衣服呢，这些衣服也没收走的。感觉村子里面的人都是走的匆匆忙忙就走了，很多东西好像感觉还来不得准备一样的。墙上还有一些照片。这是一个床，蚊帐，里面还有个小房间。其实我发现整个村子里面，好像他们房子里面的地板呢，都是这样的，有些是土的，有些是山上的石块铺成的地板，非常的简陋啊。房子里面几乎是没有装修的，就是封成了墙之后就直接住人了。这边是灶台，这个灶台啊已经坍塌了，上面锅子啊很多都烂掉，看到哇，这是一个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应该装菜的一个土罐子吧，应该是一个大盆之类的。这一盆我们在市场当中还见不到，看到没有？像这样的盆可能是自己烧制的吧，可惜烂掉了，很可惜啊。再看一下，哇，这有口大缸也坏掉了，都碎了的。
很可惜啊。哎，里面还有些土土罐罐。这是一个粮仓，装粮食的。这个位置以前应该是碗柜，放碗的柜子，上面搭了木板，直接放碗的。旁边就是炒菜的灶台。这有个石槽，这个应该是把辣椒或者一些什么东西放在里面，用那个敲碎这样子的，其实还挺好的，可以利用的。这个灯泡也坏掉了，这家人的院子还围起来了的。院子不宽，很小，长满了杂草。可能这样的情况已经搬迁，应该有10多年。那边有一口土罐子啊，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。不过去看了，像这样的土罐别去碰就行了。其实这里面的房子建筑风格都差不多。开间堂屋，右手边好像都是厨房，这家人也是厨房。旁边左手边就是卧室了。这里面好像也没有什么。好，这后面是床，这个床蚊帐还在。这里面有一些衣物之类的，这是一个柜子。柜子以前应该都是放衣物之类的。这家人还有个石槽呢，这个石槽好像是打那种糯米糍粑用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哎，是的，打那个过年的时候打那个糯米糍粑用的。这个上面我就不知道是干嘛的了。这是一个木质结构的，好像围起来不知道是装些什么东西。这边好像是流出来的，是不是石磨啊？石磨呢？哦，应该是石磨。你看，这个磨盘还在这边呢。哇，这里有一口很深啊，这是一口井吗？看这个坑啊，是人为挖的，里面到底有些什么？好像还比较深哦。可能你们会说，为什么村子里面的人都搬迁出去了？后面呢，我们也问了那2位大姐，就是路上我们所遇见给我们开船的那2位大姐，她们说啊，这边修建了水库之后，因为这是水库的源头水，所以说整个村子要往外面搬迁。所以说我们也得知了这个村子的搬迁的原因。确实啊，大山里面挺不容易的，很难想象当年他们在这里面生活啊，居住环境真的挺艰难的。来到这个地方感触挺深，也不知道朋友们你们的家乡是否有这样的村子，也欢迎给石头评论留言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石头的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，今天带大家来山里面看一栋房子。那这栋房子现在是不能出租，只能出售的，就是镜头前方的这座房子。这座房子为什么只能出售呢？因为这块区域它属于地质灾害的一部分，所以现在整栋房屋可以出售。意思就是买了之后需要搬迁到其他地方重新建的。在它的上面还有一栋木房子，那栋房子估计结构要差一些。这栋房子啊就非常好，也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。我们可以看到房子的外面就是一块稻田，这个时候正在打谷子呢。这是进来的路，大约宽3米左右，虽然没有硬化，但是可以开车进来。这里距离附近的乡镇大约是5公里，距离县城大约是
26公里左右。这里位于湖南湘西州花园县。现在我们就进入这栋房子的院子去看一看。其实如果这边不是因为地质灾害的话，在这边把这栋房子租下来是非常好的。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栋房子外面的风景，可以看到底下的稻田水非常的浑浊，这里面都是养的有稻花鱼的，看那些鱼啊在那边游来游去的。这边还有枇杷树，还有桂花树。虽然这栋房子的院子没有多大，但是它的周边啊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被山林笼罩了一样的，而且大山里面空气是非常好，在这边喝的基本上都是山泉水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还是采用非常古老的那种木桶子啊来收割稻谷的，完全是没有机械的。在外面就是一个茶叶公司的厂房。其实如果这边没挡住的话，视野是非常好的。山里面啊不缺水，看一下，主人家已经用管子啊山上把山泉水牵回来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一栋非常典型的苗家建筑民居，3开间的木房子，堂屋中间是凹进去大约2米左右。我们从这边大门进去吧。这边的门槛高约40公分左右，还是挺高的。我们都说啊，在农村进入这样的门槛可能需要低头，千万别绊着脚了。意思也说这家人的门槛是不那么容易进入的。堂屋里面已经打上了水泥地，虽然现在是比较杂乱，但是整理一下还是挺干净的。两边已经装上了一层木质结构的地板，比堂屋高约30公分左右。如果买下的话，这些都需要全部拆走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立柱啊，都是非常的好，包括它的2楼啊，都装的有那种像房间一样的结构。其实这样子架着梯子可以住到2楼去，也是非常舒服的。怪不得这栋房子可能叫价比较贵。在我看过很多湘西这边的木房子当中，像这样的装修，像这样的木房子，齐整的程度是非常好的。而且这栋房子啊，感觉得出好像建的时间应该不久，我大概估算一下，应该也就10多20年左右。看这些立柱啊，都是4方形的，非常的齐整。在旁边这边也是用木板做了一层，比堂屋也高约30公分左右。在湘西这边，尤其是苗家堂屋这一块，基本上就是有一些喜事的时候，客人过来入席吃饭的一个地方。一般一家人的生活区域都在这边，因为之前的房子我也给大家介绍过，有火塘的位置，主要就是这家人的主要生活区域。火塘的用处非常的大，上面呢平时都是炒菜，到了冬天啊，在这边熏腊肉，上面有个架子。我们包括看一下这栋房子，它的火塘之上就是一个像个天井一样的，其实这是为了烧火烟熏的时候，这些烟子啊往这边排散。这边啊还有柜子的，我们走过去看一下。这边也有一扇小门，从这边进入，这边也是留的有窗户的，窗户都装上了玻璃。这边还有一道小门可以进入，那边有厨房。这个柜子啊，我说的就是这一面墙。其实我不指出来的话，可能很多朋友不清楚，其实这里面是有碗柜的。因为火塘这边呢平时炒菜，这边呢
可能会放一些碗啊，还有一些食物之类的，都是放在这里面，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吧。买回去之后，这一面也是整体这样子拆回去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很智慧的一个设计啊！里面都摆放的有碗啊，这些有鸡蛋啊。这家人啊，偶尔是回来住在这边的，很巧妙的设计吧。再看一下啊，这后面啊都是留有房间的，堂屋的背后也是有房间的。当然，现在是锁上门，我们不方便打开进去看了。刚才我们看到的碗柜，它的里面啊凸出来，就在这个位置，看到吗？但是你到房间里面看这个碗柜啊，就在一个墙壁之上，你是看不出了，只有到这边才可以看得出。而且这个碗柜啊，从这边也是可以开门的，非常的方便吧？两边门是对开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